谁让你买这牌子的油的？这牌子不挺好吗？挺好，贵4块多呢。哦，不就4块钱吗？说的轻巧，4块多能再买1瓶油了。我知道什么叫斤斤计较。说我斤斤计较啊？我不斤斤计较，咱家这日子能过成现在这样？你比人家多养个孩子，钱没多拿1分，那凭什么咱的孩子养的不比别人差呀？你以为那钱是我吹口气变出来的？口气倒挺大，不就是多4块多钱吗？你要是觉得没什么，哎，把你兜里那钱全都拿出来。你怎么跟葛朗台似的呀？我的工资卡在你手里，每个月我就这么点零花钱，你还嫌油水榨的不够啊？你还要怎么着？好意思提你那工资卡，能多出几滴油来呀？我问你，我榨你的油水，为什么呀？有1分钱是花在我身上的吗？切！你看看现在这女的，用的穿的都是什么呀？我的衣服就从来没去大商场买过。哎，这责任不在我啊，我又不是没给你在大商场买过衣服，买来了你就拿回去退了，然后自己跑到大市场去买几件衣服。哼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啊？你呀，爱钱都爱到骨缝里去。我爱钱呀！我要是爱钱，当初就不会嫁给你。谁让你嫁给我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爸，是吗？就是什么呀？我们闹着玩的。闹着玩也不能打架子。他经常这样。谁经常这样？你怎么跟你婆婆一样，总想骑在男人头上啊？他比妈下手可是很多的。哦，哼，这样我们男人还有没有尊严？真是。我跟你说，景和平，我受的气到时候全都在你身上，你信不信？爸，你的咸鸭蛋。啊。简洁，这五笔字形贼字怎么拆呀MADT。哦 ，MIDT。哎，你挂那个计划上面，前2条怎么老不见动静啊？总得一条一条来吧。一条一条来。生父处换新房子呢，还好意思写在上面？当官，和平不是那料。换房子，我看也没必要。这房子虽说旧了点儿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过去咱们那么多人就挤在2间房子里，不也过得挺可以的吗？爸，你以前不是还批评和平不思进取吗？怎么现在又鼓励他偷懒了？哎，我这不是鼓励他偷懒的，我是要教会你们怎么生活。哎，启英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是一种啊，是吧？有茶嫌淡，有驴怕慢，有肉想久，有妻嫌丑。你这个人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。一个人呐，不能总贪图物质享受，要精神富有，那才是幸福，你懂吗？爷爷说的真好，精神上的充实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哎，您呐就把这咸鸭蛋留给我吧。这不行，那都手别扶了，快！你手扶起来啊！别笑。看我的速度，杨一斌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哇！果果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跟爸爸都等你半天了。看你这一头汗。走吧。哎，果果，去玩可以啊，作业做完了没有？全做完了，不信你问爸爸。是，全做完了，我检查了。那你可以预习预习下周的功课吗？妈妈，你答应我考得好，带我去公园玩，是不是想反悔啊？又把材料拿回家来写，
大礼拜天的就让我一个人忙活，官儿不大，事儿还不少。这不是什么材料。那是什么呀？什么？那计划上不是有吗？写书呢？哎，和平啊，你还真想当作家呀？我跟你说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碰我！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别做这梦了。有这功夫，帮我多干点家务活，快点，衣服还没洗呢啊！妈妈啊，我要坐飞碟船。我给你买票。朱峰，啊，你是？哎呀，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你？认识。别人不认识，还能不认识你吗？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啊，哟，这是你女儿吧？这是我，长得真漂亮。这位是？这是我，孩子妈妈。明白了。你好，我是朱峰的朋友。你们先聊吧，我带孩子走了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爸爸呀，你没看他正忙着吗？好，再见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先忙你的吧，我带孩子玩就行了。一个朋友的朋友托我。用不着解释啊，我又不是你什么人。是不用不着解释，可是今天说好了一起带孩子出来玩的，是吗？总得说话算数吧？就是啊，妈妈，你得说话算数。要么你带孩子玩，要么我带孩子玩，你自己选择吧。走，我买票去。哎，妈妈。那谢谢。哥，你说这个女人她到底是什么动物啊？我也想找个人点拨点拨呢。我怎么老是摸不透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我也摸不透。哎呀，你这个妹妹何华呀，有时候实在让人吃不消。哎，我要是觉得她不是个女的，我就恨不得你怎么着？我能怎么着呀？啊，我要能怎么着的话，我还拉你来喝闷酒吗？他又怎么收拾你了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是我妹妹，是你女儿的妈。单凭这2条，就是你欠他们的。忍着吧，谁让你是男人呢？忍习惯了就好了。怪不得嫂子那么厉害，你们在一起能过20年呢。能不能说点让人高兴的事情？啊，对不起，来喝酒。天天你好。啊，谢哥你好。你好。显哥你好。你好。杰哥，走，来了。怎么扫地了？杰哥，你放着啊，我来擦。杰哥，你别动，我说了你别动，我来啊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办公室卫生还是应该我们年轻人多干点，以后你别管了啊。你笑什么？小陈啊，你下去把报纸拿上来。好嘞。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啊？到底什么事儿？据可靠消息人士透露，即将由你出任空出来的副主任一职。真的假的？景哥，我是不是也该学着拍拍马屁了？啊，监督人，你今天可真是帅呆了耶！同帅。真的？啊，谁知道呢？反正老李说大家都这么传。
有鼻子有眼的。哎，你别坐了，别坐了，起来起来，你也跟我说说，他们到底怎么说的？也没当面说，就是见面的时候都比平常热情。这种事情也不好当面说呀。哎，看来咱这礼呀没白送。和平，你快熬出头了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说不让你去西藏会不会影响你提拔？现在可好了，提也提了，西藏也不用去了，这我可就放心了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别得意忘形啊！早知道你这样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你还做呀？今天的指标还没完成呢。行，做吧做吧，做完了呢，我给你按摩按摩，咱也提前拍拍简主任的马屁啊。喂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反正你们一定得把他赶出来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就看你敢不敢用了。什么？你们家老爷子最心疼什么呀？钱呐！你想，原来他在家的时候啊，跟妈的钱是各归各，家用呢是妈出，但他少不了要贴点吧。现在到了咱们家，自个儿独占着一屋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钱也不用他掏，还没有妈管着，那多自在！他当然不想回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最近在咱这附近啊，又找到新的组织了，天天出去打麻将，日子过得可充实了。我要是他，我也不愿意走啊。哎，豆腐，找2包。怎么样？这花你买的？爸，这花儿挺蔫儿的，您可不会花这冤枉钱吧？啊，还是齐英你有眼力，挺好的花，他们要扔啊，我说给我吧，他们就给我了。我看这里头好几朵花，再泡泡还能活好几天呢。弄点水，拿个瓶子泡起来。和平，你们家花瓶在哪儿搁着？哎，爸，您先坐下。啊，您待会儿再看。嗯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也知道，我定了个中年计划。就是这个。这第2条就是要开源节流，争取在5年之内换新房。本来真不该开口的，可是我跟齐英呢，就这么点死工资，简单又在上大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。是这样，您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呢？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你要长期的住下去呢，我们在经济上呢，还确实是有点压力。您看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交点儿？要点什么？啊？说。生活费。什么？我在你这儿住几天，你就跟我要生活费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是不是我儿子？你当我这么愿意住在你这儿了？没有你这儿，我照样有地方住。我明天就走。你想要生活费，做梦！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
反正我在我爸心目中的形象彻底完蛋。喂，妈，我们已经做通爸的工作了，他明天就回去。啊，就这样吧，不跟你多说了，再见。啊，这是我的生活费，这个月我就先交那么多，下个月交多少呢？要视你们招待我的级别来定。好，哎，我现在交了生活费，那我就有条件向你们提出要求了。啊，以后我中午、晚上都得喝酒，而且是我指定品牌的。好，我先去溜达溜达，回来吃饭。圆满失败。奶奶，哎，哎，妈，哟，和平、秦，我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，我也给你们交生活费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妈没吃早饭吧？来，赶紧坐下。晶晶，把箱子给奶奶提屋里去。嘿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哪块章写的你的名字啊？我知道奶奶采取什么战术了。这下爷爷可惨了。谁出的主意呀？这是？高，实在是高。3条，好。哈，哎，你这6万怎么打呀？哟，你都快糊了，那3万6万都能糊。2头3头4头，2条3条4条，你给我闭嘴！跑不动了，哎呦喂！你怎么了？我起不来了呀！你扶我起来。哎，你必须要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赔礼道歉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做梦！哼！老爷子赢，妈脸皮薄，扛不过老爷子的。我说奶奶能赢。我说呀，肯定爷爷赢，奶奶身体不如爷爷好，撑不过爷爷的。好，我当裁判，看你们谁说的对。哟，搞得跟领导一样，干嘛？提前体会一下当领导的感觉呀？哎，爸，你要升官啊？瞎说！来，别听你妈瞎说啊！行，我瞎说，反正到时候啊，得带着全家吃顿好的。不要！我不要啊！奶奶，你还是给我吧。好，给你。
老李，你说王八蛋凭什么当副主任呢？剑客，不要难过，不就一个副主任吗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是不是？吃啊，剑客，你也吃啊。吃。来，辣，再给你倒点，再倒点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回锅肉。哎呀，老李，今天请你喝酒，咱不是借酒浇愁啊，而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我知道，说吧。这次副主任没当上，我有点失落，但在另外一方面，我又解脱了。回想自己在机关这20几年，我不是不努力，不是不上进，有好几回，我真是卯着劲想往上爬。可是今天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我不是没能力，我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而是从骨子里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这样。哎，老李，你不会说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吧？说句心里话呀，要不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面子，为了所谓的社会尊重，我根本就不想当这个官儿。对，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其实我连机关都不该进，我就想像年轻时候想的那样，过那种自由自在、轻轻松松的生活。虽然没钱没权，但是用不着伪装自己，用不着绕着弯的去琢磨别人脑子里在怎么想，别人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。来，回来了。啊，你喝酒了？哟，鼻子挺灵。讨厌。接着。哎呦，哟，还挺灵。哎呀，看电视呢？爸，妈。不回来吃饭吗？你不打个电话回来？啊，你们看电视啊？哎呀，这电视有什么意思？好看吗？关了。好，关了。现在上载不烧纸了，一场直属运行的常态，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。你没提钱的事吗？要不我拉琴给你们听吧？好啊，我要听。要听什么歌？只管说，我给你们拉。拉个游击队之歌吧。不好，那个抒情的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好，在那遥远的地方好，我给你们拉啊。
沉得住气的，当场宣布不就完了吗？还卖关子。宣布什么？哎，不是生了吗？我又没10月怀胎，生什么生？去，谁跟你开玩笑？怎么了？那位置没别人了？已经宣布了。完全没指望了。你让我说什么才好？这块生不成了，这副处拿不到了，我整个让人给涮了。你在看什么？窝囊。我也想通了，我不是那块料，以后我也不往那方面努力了。闭嘴！你要嫌我窝囊，那咱们就离婚，你去找不窝囊的去。我让你闭嘴，你听见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到底怎么了嘛？你不是威胁要跟我离婚吗？我被你吓着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哪有这威力呀？恶心！哎呀，其实我想通了，也许你真的就不是那块料。我去看看妈，以前多要强啊，现在不也变成了藤缠树了？我一直希望你有出息，其实就是要面子呗。有了当然好，没有呢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别到时候把你逼出毛病来，还不如我自己倒霉啊！手，干嘛？你终于大彻大悟了。讨厌。就是可惜了那些东西啊，1000多块钱呢。要是交水电费，够交半年的。可不是嘛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没了就没了呗。啊，就按照咱们以前定的那样去做。啊，好的，那就先这样啊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简科，来，坐。你找我？实际上也没什么事情，随便聊聊。哎呀，这个简科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交流交流啊？我没什么想法。没关系嘛。哎呀，咱们俩也不是第一次共事了，对吧？完全可以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其实你就真的有什么想法，也完全可以理解。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，都有7情6欲。赵主任，我真的没弄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直说吧。那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老简啊，你对单位最近做的一些人事调整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哦，这事儿啊，既然主任问到了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哎，好，这次提拔，按理说应该提拔我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据说也是组织上搞民意调查的结果，但是最后提拔的不是我，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，我不想深究。我也可以在这里向你表个态，不管提拔没提拔到我，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做我还照做，我不会调皮捣蛋、破罐子破摔，这一下主任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到底是老同志啊，有觉悟，有觉悟。主任过奖了。老简骨子里有股傲气呀，难得，真难得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
还有工作要我做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啊，老简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差点忘说了，上级的通知已经下来了，是关于那个援藏人员进藏的日期已经敲定了，也就是2个星期以后就要出发。所以呢，最近单位的事情有事儿你来一趟，没事儿就不用来了，回去好好做做准备啊。老简，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？赵主任，你今天叫我来，其实一开始想跟我谈的就是这事儿，对吧？放心，虽然没提拔我，西藏我还照去，这点觉悟，我简和平还是有的。是啊是啊。蛋挞，趁热吃吧，你最喜欢吃的那种。简洁，李斌其实人不错的，不是我多管闲事儿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什么都是速战速决，像小李这样持之以恒的已经很少见了。我插一句嘴啊，人家对你一如既往，你喜不喜欢总该有个态度吧？这个就是你家啦？嗯。哪间呢？转弯就是。哎，要我说你真别去看了吧，我都没怎么收拾，衣服也没洗，床上乱七八糟的，被子都没叠。你要是真想看呀，你得帮我洗衣服。啊，那没问题，你不怕我洗不干净就行。哎呀，你真别去看了吧，我都怕你笑话我。不行，我可得去看看，看看你有没有金屋藏娇。就你会胡说八道。我可得看看。哎，江晨，你们家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哪像你说的有脏有乱的？怎么，非得比你们家乱才叫乱呀？好啊，你竟敢嘲笑我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那么可爱的猫，你还害怕呀？怕。反正是带毛的东西我都怕。哎，怎么没听你说你养猫啊？什么时候养的？就前些天。哪儿弄的？啊，我从街上捡的。它身上肯定有跳蚤，我妈说了，这些什么野猫野狗的身上都有跳蚤，可别让它传染了。不可能，我天天给它洗澡，你不信你摸摸。反正我不喜欢这些东西，要是我姐看见了，肯定喜欢。是吗？是啊，她小时候就把什么野猫野狗的经常给带回来，结果全给我妈扔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妈学医的，最怕他们不卫生了。你们是姐妹俩，你跟你姐怎么会不一样呢？你也这么觉得啦？从小到大，他们都这么说。那你们都在一样的家庭长大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哎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得保密啊。我姐姐是弱智。弱智？反正我家有一份医院的证明，上面就写的我姐的名字，证明她是弱智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你肯定看错了。怎么会呀？我亲眼看到的。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收拾柜子，打算把以前的书都扔了，结果在柜子里发现的。我还拿着去问我妈，结果又被我妈骂了一顿，说以后再不准我在家里说这回事儿呢。现在都夜经了，
哎，好，爸，你看。哎，荷花啊，你明儿再跑一趟好吧？给我把和平上回送我那五粮液，还有半瓶了，我没喝完，给我送来。这电视放的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。哎，爸，你换个频道看看呀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这又不是没酒喝，等回家再喝吧啊。不行，你明天给我送来啊！我在你哥家住，一时半时还不会回去呢，还住一阵子。你哥，他从来不给我买好酒喝，他小气得很呢。什么？你说儿子小气？那五粮液难道不是儿子送你的？还好意思说呢？儿子刚拎过来，我还没来得及瞅上一眼，你倒已经把它打开喝了。哎呦，那酒是人家送给你的，是送给和平的。和平孝敬你，给你喝了，你现在反倒骂他小气。哎呦！哎呦，你真欠！你可真够狠的！我狠还是你狠？1400多块钱打水漂，让你还蒙我啊！我还替你冤，看来你一点都不冤。不提你就是对的。你这压根就没想提我，你在这儿自作多情。我自作多情，就你那么抠门，什么都不送，凭什么提你啊？我怎么没送啊？我送了人家不要，我怎么办？我跪下去求他收我的礼啊！他不要，为什么呀？所以啊，别怪我了。你以为你能弄清楚这里头的名堂？那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真的翻脸不认人啊？这种人还少啊，他不收正好，免得我欠他的人情。真要提上去了，我也一辈子不舒服。算了，不提也罢。就是，反正你这人啊，一辈子就是窝囊的命。哎，不提就不提吧，咱们有一件事可得说清楚了。怎么了？你送给老头老太太那礼，那是我买的吧？那钱是我花的吧？凭什么你连人情都不让我落下啊？简和平，你还学会骗人？你听我说，我只是想着怕你啰嗦，没想独吞你的人情。这事儿，就算你对我错了，行吧？什么叫就算？就是你错。还有，放开。我问你，除了送礼这件事儿，你蒙我以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蒙过我？没，说，真的没。说，你别骗我！简和平，我刚才没使劲掐你，你放手，你弄疼我了。你给我掐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明天上班怎么办？我也没掐你脸。那也不行。来，趁热吃。哎，和平啊，今天脸色不大好吧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觉啊？挺好的，嗨，没事。妈，你得帮我说说他，你知道吗？和平说要去西藏，要去半年呢，那儿海拔那么高，你岁数又不小了，哪受得了啊？我一直说不让他去，他开始还哄我说不去了，哎，结果他居然瞒着我，把名都报了，很快就走。哦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进脑子没有啊？啊！你什么？就知道应付我。回头到了办公室，让那个小赵训你一顿，我看你脸往哪儿放。你说干嘛去？啊！你干嘛呀？那么大声的说话，让我丢脸，你已经有面子了。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反正你今天要不说清楚，就别想上班。你说呀，你到底跟不跟领导说你不去西藏？跟你说实话吧，第一，我张不了这口；第二，去西藏的名额已经定下来了；第三，我早就想去西藏。哎，你，简和平。哎，你好。来了。哎，叔叔不在吗？哦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啊。你一个人啊？丹丹呢？他跟他同学一块蹦迪去了。哟，江晨来了。阿姨好。哎，我马上做饭。爷爷奶奶今天不在这儿，咱们就随便点吃啊。阿姨不客气了，我今天真的吃过了，我是来给叔叔上电脑课的。嗨，
上什么电脑课呀？你叔叔那是心血来潮瞎折腾，你也跟着他瞎折腾。叔叔这样挺好的，我把叔叔定中年计划这个事儿打电话告诉我妈了，我妈呀就催着我爸也要定一个什么中年计划。你看，你爸这洋相都出了山东去了。别站着，你们坐啊。哎，对了，我的电脑有点坏了，那里面文件打不开。那我帮你看看吧。好。好了，没问题了。真的？谢谢啊。哎，这幅图的创意是你设计的？是啊，我在帮客户设计一份平面广告。这个创意真的很有意思。你就别安慰我了。没有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毕业的时候也曾经犹豫过，我可以去广告公司，也可以去电脑公司。要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就能和我爸一起拜你为师了。那现在拜也不迟啊。我这人脑子笨，会把师傅给气晕的。你不笨，真的。从这个图的创意就可以看出你是个特别聪明的女孩。当然了，丹丹也很聪明，她只是比你更外露一些。我今天还跟她说过，你要多学习学习你姐姐身上的优点。你坐吧，我帮我妈烧饭去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学到这儿。叔叔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学那么快，难怪你俩女儿那么聪明，一定是遗传你的基因。物以类聚啊，你跟丹丹真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两人拍马屁的水平都已经是8段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就拿我爸来说吧，我都已经给他上了8次课了。有一次我出差，他特别着急的给我打长途电话，说电脑中了一个什么病毒，他应该买什么药来给他治。不带糟践你爸的。不，我说的是真事儿。爸，江晨，你们说什么好听的呢？让我也听听呗。我们在说你有福气啊，不但有一个拍马屁水平跟你一样的男朋友，还有一个想象力丰富、很有幽默感的准公公。啊，江晨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你什么时候告诉我？回头再告诉你。叔叔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芊芊，你什么时候也带个男朋友来让我们看看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总是这么静悄悄的，不像简单那样欢蹦乱跳的。看来咱们家就咱们2个人比较寂寞了。哎，捡个屁！你出来，出来！你这好，你有本事一辈子别露头！你我告诉你，你掐我也没用，西藏我去定了。好，你去定了是吧？那我也把丑话说前头，到时候你妈住院化疗，我可一概不管，你别怪我无情啊！什么事儿啊？非得在外面说啊？有件事情我拿不定主意，想问问你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什么事儿。你自己真想去西藏，身体也觉得吃消，那你就去，别担心我。我有你爸的，还有何华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你想溜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，哎，爸，您别跑，当心妈摔着。哎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希望看到你快乐。
谢谢你送的花，我很喜欢。老姐又来了。哎，老姐又来了，千万别让她进来。快点，走。对不起，我又来晚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他们一个也没来啊？怎么？哎，不是说好今天在你们家打吗？真的，他们一个也没来，我也准备出去啊。哦，哎，这倒奇怪了嘛。哎，要不然老姐，你到别人家去找找，找到了就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好。那也只好我到人家去找着了。肯定他们都是给你搞怕了。害得我妈，你这回满意了？害得我麻将打不成，还净丢人。你真是个害人精啊！汤来喽！哎，好。少喝一点儿。妈，今年过年我想跟江晨一起去他们家，他们家离海近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海呢，你说好吗？你们俩关系才定下来，这么急干什么呀？我当然急了，我都想跟他结婚了呢。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才多大呀？急着嫁人就急到这份上了？那你愿意我跟姐一样，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啊？抬高自己就罢了，干嘛要贬低别人？丹丹说话永远都这么没心没肺的。不过，简洁知道妹妹没什么坏心眼，不会跟她计较啊。爷爷奶奶、爸妈，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姐，你男朋友骗我们的吧？从来没听你说过，怎么忽然间就冒出来了？肯定是蒙我们的。我蒙你们干什么？那你快说，他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，还有对你好不好？你们俩谁追谁的？他叫李冰，和我一个公司的，长得一般，但是对我不错。就这样，满意了吗？姐，那我要看书了。刚吃完饭，你去哪儿啊？散步。散步跑那么快干嘛？这腿长在我身上，我爱跑多快跑多快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神气了，看你100岁还能这么神气吧你？哟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嘛？回家。这不是家吗？回自己的家。哦。找什么呢？告诉我呀，好像你能找着似的。过2天就要去西藏了，我收拾几件衣服。我这一走，得半年。妈过2天要化疗，就只有辛苦你多照应了。还有，爸妈挤在丹丹的房间，肯定不舒服。等我走了以后，让他们住到这间房来，你跟他们换一换。你不同意？我没说不同意啊。那就是同意了。我知道你会同意的。你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是吧？和平。哎，妈爸，您这是？你问他。我在这儿住烦了，想回家，你去给我叫部车。哎，拿这给我拿去。好，开这个。哎，好。妈赢了。这叫老太太智取倦了头。我看你们去餐厅，我就给你带上来了。
来，吃吧，你最爱吃的红烧带鱼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带鱼的？我看你每次下去，只要有卖带鱼的，你都会买。李斌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你喜欢我什么呢？我也不清楚。我想保护你。建哥出去啊？啊。请坐，请坐。赵主任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今天来是为我们家简和平去西藏的事儿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西藏他不能去，为什么？他身体不好。不会吧？我告诉你，他有心脏病。你今天来是老简的意思？赵主任，我知道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过去你是小赵，现在你是主任。但是我想用不着我提醒你，你应该不会忘记以前我们家简和平是怎么待你的吧？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。去西藏的事儿是老简自个儿要求去的，这报名的不止他一个人呢。赵主任，你要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，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是医院的诊断证明，你自己看吧。如果你非要让简和平去西藏呢，他要是在外边有个3长2短的，我可跟你要人。啊，哥。嗯。你什么时候去西藏？快了，下个星期吧。那我嫂子就这么放你走了？这次去西藏，我别的不怕，就怕妈的化疗问题。我走之后，荷花，你们的负担就重了。这你放心吧。我说了，别怕，有荷华，还有你爸呢，让你爸有点事情干，正好，省得他天天惦记着麻将啊！胡说！谁天天打麻将啊？爸，没说您，我们这聊天呢。你瞧那点出息啊！一听说麻将，他像吃了兴奋剂似的。平时跟他说话呢，他像没听见。谁又吃了兴奋剂了？这是又是哪个运动员吧？哎，这些运动员呢，就喜欢弄虚作假。嘿，到时候出手的还是他们自己。哎，哥，你买房子的事怎么说了？哎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等我从西藏回来再说吧。最近其实我也在看房子，可也没合适的，不是太贵了，就是太差。荷花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别急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反正爸妈他们现在还喜欢住在这儿。是，荷花，别急，我跟你哥说的是长久的事情呢。啊，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房子涨得有多快。我们同事上半年买的房子，现在同一个楼盘每平方米都涨了500块，要等个半年之后再回来，没准又是500。只要买一个大房子，每平方米涨500，总价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本来就捉襟见肘的，这不负担更重了吗？妈，荷花，这话我只能跟你们说，跟别人也没法说。我那个中年计划，第1条肯定是没戏了，挺丢人的。可这第2条，我还想再加把劲，努力努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爸妈的房子不能卖。
荷花，这事儿我还想找朱峰商量商量。找他商量干什么？跟他又没关系。也不能说跟他没关系，当时那房子是你们俩人一起买的，凭什么离婚了就全归他的了？啊，哪有男的把女的赶出去的？妈，这不是朱峰的责任，是我提出来的。当时他不想离，是我坚持要离。后来他坚持要果果，果果就判给他了。我怎么能再要房子呢？难道我让果果没地方住啊？荷花，你那么心疼果果，怎么就舍得给朱峰呢？哥，别提这个了，我不想说。不可能的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怎么了？我哪不对头吗？没有没有。哦，没有。赵主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了我去西藏吗？怎么突然就换了人了呢？这你还用问我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更要弄明白了。我连去西藏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怎么突然就换了人了呢？我说老简啊，不想去就不去，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，对吧？这个人嘛，都是有七情六欲的，预期的东西没得到，有情绪那是正常的。但是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，你何必采取这种方式呢？我采取什么方式了？我搞什么了？有话你直说行不行？回家去问你老婆吧。齐英，一唱一和，演得倒挺像的。江龙同志这次去援藏是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提出的。大伙儿也许都知道，在此之前报名的另有其人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临时改变了主意，突然让家属送来一张医院诊断证明，说他患有心脏病。这样一来，使我们的工作显得非常的被动了。但是江龙同志能够不顾自己家庭的种种实际困难，主动报名，这不仅仅值得我们学习，更应该成为一面镜子，能够照出某些人心里边那个小字。和平，和平，和平，你怎么了？和平，简单简洁。和平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别吓唬我啊，和平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跟我们单位说我有心脏病吗？不是你把诊断证明拿去的吗？我要不装回心脏病，岂不辜负你的一番美意？你别不知好歹啊！我要不是为你好，我费这劲干什么呀？呸！你让我在我们单位把脸都丢尽了。你知道大家在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吗？你知道那个赵主任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还对我好，我告诉你，太过分了。以前我对你是一让再让，可是你让我忍无可忍。你忍无可忍，我还忍无可忍呢。你也不想想，你妈癌症要住院，女儿马上毕业找工作，咱家这房子明年就要拆迁了，家里一大堆事儿，
你倒好，想跑到外边去拍拍屁股躲起来呀？你算什么男人啊你？你打！哼！妈，你还没睡啊？爸还没回来吗？你先去睡吧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我一个人睡大床更舒服，吓唬谁呀？还跑不跑步了？停！你把门开开。什么神经病！爸，爸，上班啊？妈，爸怎么一大清早生这么大的气啊？你问我，我跟谁去？兔子急了还会咬人。你姐她刚才说什么？我也没听清楚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你还嘴硬，是不是又受齐英的气了？啊？你呀，心理的承受能力太差。你跟齐英生活了20多年了，可是你还摸不着她的生活规律。我要像你这样，早就让你妈给拖垮了。说来说去啊，你还是没有战斗经验。你要懂得战略战术啊，你的生活要轻松多了。天下的女人啊，都是那样，就是那一套。对了，爸，
那您对待他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的？也谈不上什么经验，不过你记着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，敌追我跑。那要是跑不了呢？跑不了，那你记着啊，就要装聋作哑，当他不存在。哎，你这可千万记得，这是绝招啊，知道吧？天下女人啊，都怕这一手。爸，这些招数，您跟我妈都切磋过吗？切磋过，啊，我们切磋过，我跟你妈切磋了一辈子了。要不我能有现在的精神状态，能有现在这个自由自在的，哎，谈都不要谈的。爸，那我妈上次把您带回家来用的是哪一招啊？那是我自己想回来。简和平，你给我把门开开。开门！神经病！哎，爸，妈把饭都给你盛好了，你快吃吧。没完没了了。哎，红花。哦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？哎，一直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今天晚上空的话，帮我接一下果果。怎么，晚上有重大的外事活动啊？明白了，跟其人约会对吧？一个哥们儿呢，帮我介绍个女朋友，催着我今天晚上见面，我去。你这么个大众情人，还用得着别人给你介绍对象？柯华，哎，你说话不要那么尖刻好不好啊？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帮我接一下果果？能，有什么不能啊？啊，祝你相亲顺利，欢度良宵啊！嗨，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儿偷窥前夫？哎，你刚刚偷窥我啊？我这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苏珍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还有自己的房子，虽然小点儿吧，也不用寄人篱下的。你是不知道这种滋味啊，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好受。尤其我那爸爸，天生一个老封建，重男轻女。我能想象，其实我当初也没指望别的，就是给自己买了个小房。那时候的房价也便宜，不像现在。哎，何华，说真的，你跟朱峰有没有复婚的可能性啊？你知道他今天找我来干嘛吗？就是来谈这事的。恰恰相反，人家晚上要去相亲啊，没准相完了还直接就带回家了。哎呀，相亲的几率是太低了。哟，你计较了，说明你
心里还有他。什么呀？我不过就把他当成我女儿的爸爸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既然当初决定离婚了，我就不可能再回头。哎，你哥什么时候去西藏啊？就这几天了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神机妙算。哎，我不是去过西藏吗？有些东西在那儿可以用得上。哎，你帮我带给他吧。我今晚上不是得帮人家相亲的人解决困难吗？你还是自己送去吧。哟，这醋看来不是一般的酸。什么呀？哎，我是为我女儿的前途担忧。素贞。本来是想托何华转交的，可他这2天很忙，听说你要马上就走，所以我就亲自跑一趟了。啊，这里面有罗盘、睡袋、背包什么的，都是我上次去西藏带的。我想你这一次要在那儿待半年，找时间可以深入一下腹地，到时候可能用得着。另外，前2天我到书店看到西藏一本自助游手册，帮你买了一本，你没事的时候啊，可以拿去看一看，挺有意思的。西藏，我去不了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？西藏永远在那儿，只要你想去，总会有机会的。对，西藏永远在那儿。和平，你至于气成这样吗？那你就不想想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就真的是怕照顾你妈？就是你真的不走，难道我就能不管了？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妈这个人，儿女情那么重，她嘴上说不拦着你，可你真的要是去了，你想她得多牵挂你呀？就这么牵挂着，你觉得她病能好得快吗？你明知道我说的是实情，还要跟我赌气是吧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来，快快快，快进被子。哎呦，来。哎，果果，跟妈妈在一块儿开不开心啊？啊，开心。那跟爸爸在一块儿开心吗？都开心。跟谁在一块儿更开心？果果啊，如果妈妈把你从爸爸那儿接过来，跟妈妈一块儿住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那爸爸怎么办？没有我，他会孤单死的。怎么会呢？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孤独死了，你爸爸也不会。你看啊，他有那么多的朋友，那么多的事情，他哪来时间孤独啊？妈妈，你实在太不了解爸爸了。其实爸爸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真的，妈妈，其实爸爸可孤独了。他是有许多朋友，老喜欢给人家帮忙，可是都没人说话。有时候我晚上写作业的时候，
他就坐在一旁看着我，想和我说话，又怕影响我做作业。有时候我作业写完了，想和他说话，又觉得太困了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有时候我睡到半夜醒来，一看爸爸坐在阳台门口抽烟。有时候我到奶奶家去，一回家爸爸高兴死了，叽里呱啦跟我说个不停。妈妈，我觉得爸爸好像很害怕一个人待着，你说我怎么能离开他呢？妈妈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你和我爸爸离婚了，所以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。是你爸爸不让你说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不愿意说。啊，好，别说了啊，赶快睡觉，来，躺下啊，好好睡啊。喂，是我在门外呢。哦。我看时间还早，想接果果回去。不是说好住这儿的吗？他都已经睡了。啊，那就算了。哎，那个，我有事儿问你，你进来说吧。啊，好。哦，那个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果果最近学习怎么样了？我发现她心思蛮重的，学习没受影响吧？你放心吧，果果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前3名，老师说她懂事儿有礼貌，像个小大人似的。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让她说我们已经分手了？这你可冤枉我了。是果果她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是单亲家庭的，所以她一直瞒着，老师跟同学都不知道。有一次班上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家庭，她写的特别好，写的跟真的似的，老师当范文在全班念了。你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没有。我没不高兴，你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，我该谢谢你啊！我有什么不高兴的？你这么说就更证明你不高兴了。哪儿得罪你了？没有，真的，我挺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今天相亲怎么样了？明天要不要继续啊？没关系啊，孩子可以放我这儿的。不用。真的不用？真的不用。别客气啊，好歹我们也是。真的不用，没什么感觉，怎么继续啊？其实都不出我所料。要找个志同道合的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我们都什么年龄了，我又带个孩子。你要嫌孩子，我。大柱。我绝对没那意思，变更抚养权的事你就甭想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本来我也没抱多大希望。你想想，咱们家当初好的时候，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他临了不也？说实话，我也差不多灰心了，真的。你们怎么都站着说话呀？果果，你怎么起来了啊？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坐呀？爸爸本来想接你回去的，你睡觉那就算了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哦，明天早上我接你上课啊。
妈妈，为什么我一来爸爸就走了？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呀？你站住！你就打算一辈子都这样，一辈子睡沙发呀？你怎么那么狠呢？那没准儿，姐不是弱智吗？不许胡说！你把存折藏哪儿了？你发疯了你！我不跟疯子说话，我睡我的觉。你干嘛呀这是？